什么时候美国要揍哪个中东国家，还需要看沙特的脸色了？这种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托词，倒是真正暴露出了美国和他现在中东盟友们的尴尬关系啊！美国现在是撸着袖子说：“兄弟们看我的啊，我来保护你们。”中东大户们集体站出来按住美国的手，说：“大哥，我求你别保护我了，他炸你基地还得崩我们一身血。”我看到有一派观点啊，就是从技术、装备、实力上去分析，认为美国打赢伊朗绰绰有余。但战争它不是搏击游戏。对于美国而言，战争它是生意，而对于伊朗而言，战争是生存。美国现在不是打不过，而是打不起，政治、经济和战略全方位的打不起。算政治上的账啊，打阿富汗当时的美国支持率是 90%， 打伊拉克支持率 70%， 现在打伊朗支持率对于特朗普来说刚过 30%。跟伊拉克撤军的时候差不多，美国选民投票给大统领，其实就是要他结束俄乌冲突。谁想老小子你浓眉大眼的又开了一波大的啊！民众愁的是通胀和就业，美军的伤亡数字稍微一动，大统领的选票就得崩盘，以搞零伤亡为作战的第一优先级。这样的战争是肯定赢不了的。但由于死不起人，那就只能花得起钱了。于是美军就只能玩极其昂贵的防区外打击，飞机不敢进入对手领空，躲在防空网外面全程巡航导弹。那这又进一步催生了经济上打不起的局面。美军的弹药富贵病一枚战斧导弹造价200多万美元，一轮齐射几亿美元，听一个响，防的是人家750万美元的小天才导弹。就这个账单，美国它逐渐的也付不起了。关键是花钱还可以印，但是弹药这个东西在去工业化的美国当前生产的极慢，现在用的是23年预定的货，那现在再砸钱扩产，3、4年之后才能交付。最核心的是，美国现在的空袭还不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有导弹它也不能够实现全面的胜利。没有地面部队，绝不可能按住伊朗。可是地面部队多少人才能控制160多万平方公里的伊朗呢？只夺取霍尔克岛，那就是去当移动靶子的。前面不是说了吗？需要零伤亡第一要务吗？所以这个仗是一个绝对的亏钱买卖。而伊朗在这个博弈里面，其实正在逐步的掌握主动权。伊朗现在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控制海峡来掌握地区事务的话语权，迫使美国放弃对中东的绝对控制，才能够使伊朗获得正常发展的空间的机会。这么多年，伊朗太清楚了，谈是一定谈不出个未来的，只有凭实力替9000万人杀出一个黎明来。这场对峙它也不是突然在现在爆发的。可以说，这也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的美国中东政策混乱的一个积累的总爆发，更是一场绕了10年的历史巡回。从特朗普为了追求连任或者至少可以给民主党人放下一颗绊脚石，击杀了苏莱曼尼开始，今日的局面可以说就已经注定了。那一年作为回应，伊朗突破了伊核协议的约束，加速扩张核能力，美国的中东政策就开始失控。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试图重返伊核协议，但谈判举步维艰，共和党处处掣肘，指责民主党人对伊朗软弱。而从现在伊朗的反击能力来看，当时伊朗是确实抓住了美国政策摇摆的窗口期，导弹数量和技术都实现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甚至能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来支援俄乌战场。西方的制裁断断续续，不仅没有压垮伊朗，反而倒逼出他们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加深了与区域大国之间的合作。兜兜转转8年了，特朗普再次回到白宫，还想再拿起之前的这个戏码继续演，结果发现这时间里面大家都做足了准备，对我们搞关税贸易战我们奉陪到底，对盟友和全球新兴经济体搞牧羊政策进行收割，各家都学会了一个拖字诀，对伊朗搞极限施压，结果现在他要用比他之前亲手砸烂的伊核协议优厚的多的条件来谈判。从大统领的视角来看，真的很纳闷之前明明这些牌都是好使的呀，怎么现在就行不通了呢？老爷子他也是挺倔的一次吓唬不住就再吓唬一次。关税已经加了3、4轮了，那袭击呢也喊了6、7次了，政治影响力呢越来越差，但又不甘心霸权的衰落，下次呢还要继续装狠。在这个过程之中，波斯湾实际上正在逐步演变成一个为美国量身定做的霸王种。如果真的像内塔给内阁汇报的那样，美军正计划全面收缩战线，将战略重心西移到埃及、以色列、约旦一线，也就意味着美国将彻底放弃波斯湾的主导权，美元将不可逆的走弱，美国将陷入代谢失调的自限性循环，抢不到、产不出、打不过，迎来帝国的落日这样的一个结局。
而如果美国不甘心就此退场，而选择孤注一掷下场一搏，那将是一场需要动员数十万兵力、耗尽美国现在全部战略储备的一场战争泥潭。而世界将迎来的是更快速的多极化的未来，无论哪一种，美国都再难以全身而退。这就是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一轮死局。大家看懂了吗？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